超嗨，全网狂嗨，就他们没有要检讨的意思，骂大陆、嫌大陆、臭大陆，就不干事，各种扯后腿，人家去找中国大陆协助回台之后，那边收割，可悲到极点。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he host. You're about to see, we're going to unleash Cheng on these people in the next few hours and days. You're going to really begin to perceive a change in the scope and in the intensity of these attacks as, frankly, the two most powerful air forces in the world take apart this terroristic regime and defang it and take away its ability to threaten its neighbors or hide behind a zone of immunity that allows them to develop their nuclear ambitions. This terroristic, radical, cleric-led regime cannot be ever allowed to have nuclear weapons. 这个是1950年代呢，当时美国的右派保守团体啊，批判当时美国政府限制蒋介石反攻大陆。在1950年代的时候，因为这个限制老蒋反攻大陆呢，让中共的政权越做越稳固，所以应该让老蒋出场反攻大陆，一指说啊，遏制共产党。但是呢，因为啊这些他讲的对象不是共产党啊，所以这里意思是说，他们应该啊要解除限制啊，更加高强度来对付伊朗。这个意思大概是这样。没有，这是一个历史的梗，这在美国算是一个政治梗吧。那很多人说为什么是蒋啊？因为啊，老实讲啊，江开谢这个人呢，其实在上个世纪啊是世界名人嘛，四大盟国嘛，英美中苏嘛。四大盟国的领导人，联合国5常的领导，清朗很崩溃啊，开始各种解释啊。有个插曲是这样的，其实卢比欧并没有提到蒋介石啦，他那一段英文被翻译错误了啦。他说啊，要解除对这些人的限制的，谁叫 unleash chance， 不是啊。unleash Cheng 跟 unleash Cheng 就根本发音都不一样，也没有 S 的音。他说要让美国司令部解除他们身上的限制，他们大展身手啊，不是蒋啊，不是蒋介石啊。有些人英文没听就是小题大做啦。因为青鸟是没办法嘛，他们提到蒋介石，他们会脑抽风，这样子没办法。他们不知道，在老美的保守派里面啊，老蒋是右派的斗士啊，反共的急先锋啊，他们没办法接受，他觉得难受。怎么可以提到蒋介石？绝对不是蒋介石，不可能，不可能，真的不可能。青鸟是这样，昨天在 chat 上面崩溃了一整天，真的是有够烦的。老蒋就是当年在保守派里面作为战斗先锋的存在。大家知道啊，蔡英文拿的奖学金啊，被划掉那一杠。就是保守派的奖学金，因为老蒋在美国很受保守派欢迎啊。这个台湾的这个国民党政府，这个蒋家政权所推荐出去的很多学者海外留学，拿的都是美国保守派基金给的钱，就像是现在的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基金会会给这些左派的海外的人钱，黑熊不就拿了开放社会基金会的钱吗？就是一样，当年是美国保守派的基金会打钱给国民党的海外这些储备学者或者是青年学子、储备干部，去好好的学习什么是右派，然后回台湾奉献。因为老蒋跟共产党是死敌啊，知道吗？我可以证明给你。这是蔡英文 LSE 的学习卡嘛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Political Science 中间这一栏，这是学习 Supervisor， 就是他的指导教授。第二学期1981到1982 ，Mr. Elliot FT 啊，全职读书的。然后呢，你 Source of Finance 就是钱何以来 ，Henry Luce Foundation 官方通稿函。We are going to unleash John on these people in the next few hours and days. 打脸还不够用力吗？创建了《时代》杂志，财富生活是时代之父，蒋中正时期的坚实盟友。亨利·卢斯基金会跟两蒋有着极深的历史渊源，主要体现政治盟友、宗教情、教育建设。亨利·卢斯什么？是《时代》杂志的创办人，《时代》跟《生活》这两个超级杂志的创办人。蔡英文的学籍卡 ，Henry Luce Foundation， 亨利·卢斯基金会给钱，打钱啊！所以你知道为什么要什么释放老蒋，放蒋过来？为什么人家会这样想？因为保守派的心里面，老蒋就是反共急先锋嘛。不要我们讲实话啊，因为他们是宗教保守派，所以他们会去赞助两蒋，他们是基督教徒嘛，叫放蒋出来，放蒋过来，放蒋出笼。为什么要放蒋出笼？因为右派就是坚定的站在蒋那一边嘛。所以今天啊，刚好遇到那个谁，遇到 Marco Rubio 讲这个，把了他们都干崩溃了，突然之间都不会讲话了，所以再让蒋介石出场，放蒋出来，放蒋出来，这个逻辑就是这样来的。所以蔡英文一定知道放蒋出来是什么意思。他绝对知道，好吗？因为蔡英文拿过他们的钱啊，还划掉。我跟你讲，这张一定是真的，只是有部分资讯被隐藏掉，就这样而已。
或者有部分被篡，但是这个基金会这莫名其妙的资讯摆在上面，这张学籍卡是存在啊，放讲出来就是要叫讲出来对付共产党。那现在呢，他们要让放讲出来就被引申成什么？要全力来对付伊朗，就这么简单。逻辑就这样，不放讲出来就是让蒋没办法全力对付嘛，共产党不能全力反攻大陆嘛。现在放讲出来就是蒋可以全力投入，青鸟应激啦，青鸟超级应激了好吗？应激之王青鸟。蔡英文跟他们好好解释老蒋是什么角色，就麻烦蔡总统了。当年的亨利·卢斯学子亨利·卢斯跟两蒋关系超好，常常跟两蒋在通信。这个问题呢，请绿营好吗？回去问一下蔡总统，蔡总统一定知道，蔡总统一定知道老蒋到底在西方的保守派里面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所以这时候送给这些青鸟，我们一个标准的蔡氏微笑。所以其实整个美国的误判，他们一开始以为只要少少的力量就可以把伊朗搞得大大的乱局嘛，不然为什么你想 Rubio 跑出来讲这要干嘛？放讲出来意思是全力开始，全力弄，不再自我限制。那为什么 Rubio 讲这个？代表 Rubio 在检讨前面他们自己以为我只要少少的力量就可以打，所以为什么后来说要战争要延长到9月份？这样懂了没有？只是刚好点到青鸟的脑袋瓜，脑抽风了，好吗？因为最近不是那个蒋永杰在那边讲说让蒋中正在那边罚坐就好了，这事情还对上了。你看，一个蒋介石各自解读，所以就是要放手一搏，要跟他拼了啦。你老美打一个伊朗进来要跟他拼了，还得在公海上搞偷袭，还拿这个东西来作为一个洋洋自得的东西，完了，这个伊朗战争绝对长期化。而且你现在因为你不愿派地面部队嘛，莱尔最近在干嘛？莱尔最近就说中国大陆啦。的台商们献上满满新春祝福。我要谢谢大陆的台商对台湾经济的贡献。大陆的台商跟根留台湾的企业是属于产业链的一环。除了感谢中国台商对经济产能的贡献，外界注意到赖总统罕见在公开场，除了感谢台湾的企业是属于产业链的一环。除了感谢中国台，干民视可以关台了吧？民视应该要关台了吧？背板写大陆台商春节活动，总统当场讲大陆的台商，民视应该改成中国，丢死人了民视啊 ！NCC 下个要关民视，知道吗？赖清德一句大陆真的是把青鸟全部干翻在地上啊！可笑可悲啊！悲哀的民进党，悲哀的青鸟。所以莱尔一定知道什么叫做反攻大陆。所以青鸟如果不懂，如果不知道蒋介石是谁，去问蔡总统；如果不知道反攻大陆，去问赖总统，好不好？问完你就懂了，这样知道没有？好，来，那我们继续讲啊。青鸟如此崩溃，到现在呢，我跟你讲还有更崩溃的事情。美国自己打自己脸。第一个，川普当年怎么讲伊朗的？最近陆陆续续啊，反正呢，你就看青鸟来这个就太经典了。This attack might be a bad idea. I don't know. I'm not really an expert on Iran, so let's hear from someone who can explain why we might have done it. Our president will start a war with Iran.Because he has absolutely no ability to negotiate. He's weak and he's ineffective. Yeah. See, now that's the Trump I voted for. 2011年的川普啊，骂了自己啊，狠狠的骂什么东西叫做打脸。我跟你讲，青鸟为什么最近崩溃？不管是他们信仰的美国爸爸，还是他们的老大赖桑，就没有一个不打他们脸的，跟谁一模一样，总是打自己脸。但是谁呢？昨天说中国讲大陆是不行的，现在说大陆是可以的，说话就像放屁，毫无诚信的美国人。过去川普打脸的，现在的川普开战支持度只有 27%， 川普坚持要开战，为什么？因为他在纳坦雅胡，就是内塔尼亚胡身上看到的可能性。什么样的可能性？就是透过不断的新开战场来转移焦点。所以你说莱尔校长不是哦，不是这样子的哦，不可以哦，人家是领先全球，好不好？川普还得多跟莱尔学习呀，浊世今非的道理懂不懂啊？浊世今非代表什么？代表今是浊非。你说哈，你在公安小就是公安小，只要我现在是就是是，至于昨天是非还是是不重要。所以呢，很多人就想到了大陆的一首老儿歌啊。当然，那个时候唱这种歌有它的时代背景，可是现在美国好像正在自己在坐实这个样子。过去美国不管你认不认同美国的一些作为，它好歹都是打着国际正义的这些相关的旗号出来。你现在完全不管这些秩序，就算你这次又获得了胜利，那以后谁还相信你？
你在跟人家谈判的当中突然去偷袭人家，以后谁要跟你谈？你今天讲的事情明天又不一样，请问一下跟你谈到底有什么意思？如果我是习近平，我就算跟你谈了，你明天会不会就翻脸了？60年前的儿歌啊，预言了现在的状况。美国老是强盗就已经够荒谬了，还有更荒谬了。你以为川普打自己人就很屌，对不对？你以为了放奖出来青鸟崩溃就很荒谬，对不对？好，我们今天花了好多时间讲这个美国失算伊朗的长期化，但真正的梗其实埋在后面，埋在后面是干嘛呢？这一场伊朗战争超多荒谬的事情啊。杜拜办事处祝国人返台负担离境交通费。哎呀，我们的杜拜办事处啊，总领事陈俊吉表示，11点接副领事柴介休前往杜拜机场慰问即将离境返台的受影响的国人。那目前呢，台湾在中东地区的侨民跟国人约有3000多人呐。那为什么那么多人呢？其实还有一个状况，因为杜拜啊，你会发现它刚好有点居在世界之中啊。基本上呢，杜拜啊，6000公里的范围之内，它可以涵盖超级多地方。就地缘位置来说，它事实上是亚欧非3大洲的，甚至呢，它一定程度已经可以涵盖到什么？涵盖到更远的大洋洲了，可以到澳洲再，但澳洲太远了一点，但是澳洲也可以直飞，因为6000公里不是不能直飞啊。所以你可以看到，你看再远的地方啊，8000公里都可以飞到西伯利亚去了。所以呢，这为什么杜拜啊，还有这个阿联酋航空这几年呢，生意可以这么好？阿联酋航空现在是世界上保有最多 A380，有120架的样子，就像极客器一样，好不好？世界大家飞来这边转机，所以就会有大量的人数啊，比如说飞欧洲要飞这个英国希斯罗国际机场嘛，然后再去转机嘛，世界空中中枢啊，最大节点，那你自己看阿联酋航空，阿联酋就在伊朗对面啊，而且呢，虽然我们说这个是霍姆兹海峡嘛，霍姆兹海峡这里有一块是这个阿曼的飞地，但事实上霍姆兹海峡除了阿曼飞地之外呢，两侧都是什么？都是阿联酋。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卡在这个中东地区？答案是这样来，那这个问题就非常非常的严重啊。结果呢，事情闹得很大，有人说3月4号回台湾了，我们终于到啦。然后你看交通部观光署有没有写欢迎归国，欢迎平安归国？结果人家中国外交部在海外很大气的说，台胞证一并纳入，你民进党不做就算了，不评论还好一点，酸言酸语回台湾以后才表演就太过分了。可怜青鸟恐吓我说破坏政府信誉，民进党政府真够恶心。结果下面一大堆人回应我一直以为啊，出国带台胞证啊是常事啊，不管去哪个国家，所以国外事务都要去找中国大使馆，他们都会帮助我们，且处理事情比较快啊。自由时报竟然解读对岸是帮忙台湾吃豆腐，都扭曲的心态啊。虽然这样，我身为台湾人，为什么出国要实现现在台胞证？我不是民进党，只是中国说这么说，但真的能受益的不多吧？中国只是嘴上说他到底做了什么？是有多少人还支持现在政府？到底是眼盲心盲还是什么盲？可能是一门生意啊。好气哦！你有多少资料被人中国接走了吗？原来是怎样？原来撤离的时候遇到问题啊，外交部没撤侨，被批不作为啊。进党真的是很丢脸，什么事都没做，回来假装热情，实在是非常丢脸啊。一堆人在骂民进党，17万次浏览啊！哇靠！民进党没能力把台湾人从中东救回来，台湾人自己想办法回台湾之后，民进党竟然跑去蹭，搞得民进党有做事一样，救我们台湾人回来一样，没看过这么恶心的政府，民进党是第一个啊！然后青鸟在什么蓝白砍外交部预算，他在怪外交部做事有病吗？扯爆了！今年的预算跟去年省的脑子带出门，砍预算这理由真是万用，任何事情都可以推一句砍预算就拜托了。你跟傻子一样好骗，他在装傻吓人呐哈！希望大家跟他一样无脑。蔡英文编了100亿反毒预算，结果身边的民进党延续茂走私10亿毒品，然后呢，就民进党啊，不仅不要脸啊，去加强不要脸啊。第二批国人经从杜拜返台，外交部正式亲自接机，被骂爆之后，台湾人自己想办法回台湾，或者是透过大陆的协助回台湾，结果竟然呢，外交部派政务次长亲自接机。现在是怎样？外交部的政务次长闲到可以每天去接机就对了，不可思议！蹭完不够力，被骂完蹭更用力，然后从来不从源头解决，还在那边酸中国，想要趁机搞事，真的是荒唐到极点哦！什么都要，就不干事，各种扯后腿。人家去找中国大陆协助，中国大陆也很霸气，说台胞证一律来，没问题。协助回台之后，结果外交部在那边收割，还顺便骂大陆、嫌大陆、臭大陆，可悲到极点。我跟你讲，更可悲的还有什么？中东局势啊！结果呢，卓荣泰竟然可以扯什么？卓荣泰竟然扯说，那我不附属啦，不附属也可以扯到这种事情啊！你就看这个啊，不认自己的党啊，丢脸到死，可怜到不行啊！难怪在那边崩溃哦，不做事情就摆烂，整天只会摆烂，垃圾一大堆，真的是垃圾一大堆，受不了！那边收割。
那不要附属，请问你不附属跟这有什么关系？这是烂到极点欸。中东战毁变，我这连理由都懒得想啊！政府持续护驾、护侨、护团、护能源、护金融市场、护你喇叭桥啦，人家还得自己回来啊，请交通部掌握各旅行团行程访台啊，结果是什么？是大陆帮忙的啊，然后顺便还不附属啊，不当党产组织条例、卫星广播电视法、立院组织法。他说这3部内容啊，严重背离宪法原则，既无视司法判决，为特定个案量身打造，推翻司法官员大法官解释结果。请问这跟中东战火有什么关系？就他们竟然敢讲什么？说叫做为了稳定局势啊！最好笑的来了，伟大的绿媒有没有？川普斩首哈梅内伊已经吓坏习近平啦，习近平不敢派共机来台湾啦，连续5天不见共机啊，吓死人哦！还记得吗？他们当初什么是用追踪器，所以习近平吓到什么程度？习近平已经吓到要把全中国的监视器给拆了。有没有？顺便来个不知名里长伯说，敢装就不要拆呀！你看这民进党真的是疯到没解，你知道吗？有这么荒唐的事情啊！今天这个洗了脆洗了一整天。真他妈的就是由绿媒来发动的，你看镜周刊跟三立民视也加在里面。我是黄胜凯，川普对伊朗发动了斩首行动，拔除了中国的棋子，现在对抗中国的战略也越来越清晰。而中国俄罗斯的防空系统在委内瑞拉跟伊朗2度失能，美军就像是进入到无人之境，这是不是也让习近平相当恐惧呢？习近平又恐惧了。过去几乎天天扰台的共机，最近5天突然安静下来，一架都没有出现在台湾周边的海域，这是被美军吓到，赶快移防到华北，要保护习近平了吗？我们就把228美军发动斩首行动当成一个分水岭，很认真的解释哦。习近平吓到啦，这认真的新闻哦，又赢啦，赢爆啦，赢翻啦，共机不敢扰台啦，习近平吓到啦，斩首哈梅内伊吓坏习近平啦。习近平在开2会，没空好吗？懂了吗？这就是绿媒，这就是青鸟的世界。青鸟每天都在看这些东西，你真的会被他们真的是佩服的五体投地，就每天当傻逼，认真唬烂。所以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美以失算一战长期化。理论上来说，应该是要检讨说，美国不是世界霸主吗？理论上美国应该存在即真理呀，怎么会第5舰队被 K 了呢？就他们没有要检讨的意思，他们今天超嗨，全网狂嗨，狂嗨什么？习近平完蛋了，习近平吓死了，习近平不敢来啊！正常人看到这个，他不老台应该是害怕吧？我操，他妈的共军要搞什么鬼？所以你可以知道说，当初那一张从淡水河口拍下去的照片，然后苗博雅公然的攻北产，公然的唬烂说那叫监视器，天鸟就相信了。习近平害怕了，嘿嘿。哈梅内伊这个事情呢，自从确认以色列精准斩首之后，洗好几天了，天天洗。天天洗，真的是疯到没边啊，没有任何的下限啊。伊朗已经打成消耗战了，而且你荷姆斯海峡说美国的海军会护航，但是荷姆斯海峡要护航非常的困难，它跟那个小岛，对，它只有33公里最窄的地方。现在如果布满了水雷嘛，今天要过雷区是很难的。而现在大陆要扫雷，美国本来有4艘专业的扫雷舰，但是都退役了，所以他现在要滨海战斗舰来做这个事，但是这不是滨海战斗舰的专业，所以滨海战斗舰要扫干净，至少要2个月。2个月之后，能源危机已经爆发了。他以前在海湾战争的时候，是因为没有战争的威胁，所以扫雷比较容易。那现在旁边有战争的威胁，他至少对伊朗来说，岸基火力啊。第2个，它有武装的快艇，第3个是无人机。在这种情况之下，你扫雷那么容易的，再加上中国大陆的2个护航编队已经到了阿曼旁边的阿拉伯海了，它有052D 的2艘。第1艘是052D， 另外1艘是052DL， 就加长型。对，那另外还有054，就护卫舰，护卫舰也2艘。另外网传说有055万吨大驱，但其实没有哈。那另外有2艘综合补给舰，旁边还有一个瞭望者1号啊，侦察船啦。这样看，因为解放军没有作战的，所以他正好利用这次机会，好好的观战。好，那现在中国大陆的6艘船舰，如果到了荷姆兹海峡，美国要来破坏伊朗的水雷，那这时候他就要考虑一个问题，会不会伤到中国大陆，引发了中美大战。